嗨，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今天我要破解震惊台湾的秘密。在台湾的深山里，千万不要喊人类的名字，因为那里有上古高智慧种族魔神仔。上一期台湾上古黄金城播出之后，超多朋友给我留言，说自己的爷爷奶奶还有原住民长老都说他们小时候经常会看到发光的圆盘在山上飞。更恐怖的是，有朋友说自己当兵的时候晚上站岗，有战友突然哭着跑回来说我听到有小孩在森林里叫他的名字还扯他的衣服相当恐怖。当地人说这一定是遇到了传说中的红衣小女孩，台湾版小红帽，他们的名字就是魔神娜，魔神仔。所以很多台湾的朋友就问，魔神仔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团长就要告诉大家，你们听到的很可能都是真的。魔神仔并不是台湾独有的传说，它和大洪水一样，都是人类祖先的共同回忆。魔神仔在菲律宾被称作 Encanto， 在巴西语林中被称作 Cabora， 而在太平洋的海岛中，它们被称作神。这些不同的名字背后的传说，都指向了一种神秘的智慧生物。当人类进入他们的领地之后，魔神仔他们可以发出高频声波，控制入侵者的大脑，让人类精神错乱，产生幻觉。被控制的人类就会失神，在荒野中一直奔跑，登高涉险，如履平地。不管你是小孩还是80岁的老人，只要你中了魔神仔，就会在森林中一直奔跑直到精疲力尽。请务车在蜿蜒的山路穿梭，路边男子挥手，消防局人员士气大振。你是那个甘先生吗？人终于找到了，因为这位甘先生已经失联5个小时。2016年11月26日，台湾新竹有一位甘先生在早晨参加公司主办的健身活动，他们绕着新竹宝山第2水库跑步，全长只有10公里，大约1个小时就可以跑完。但是甘先生在跑到离终点只有100公尺的时候，突然失踪了，大家怎么找都找不到，于是赶紧报警。警方和当地民众出动了大量人力在山中搜寻，最后在5个小时人找到了。大家看一下，你是那个甘先生吗？对。那你上我们车好不好？我醒来的时候在这森林里面。醒来的时候在森林里面？不算昏倒。看似还能与消防队员正常对话，但甘先生已经不记得中间发生了什么事，那不是昏倒又是怎么回事？眼神是很涣散。大家注意重点，甘先生说他醒来的时候就在森林里，而且不算是晕倒。根据影像资料，甘先生在离终点100公尺的时候，突然离开主干道，直接冲向通向森林深处的小路。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甘先生说那段跑去森林岔路的过程，我完全没有印象，我就像被吸到一个我无法逃脱的地方，很像在宇宙中被吸进黑洞，然后越飘越远。你越挣扎，就会看到你离现实世界越来越远。甘先生好像进入了一个异次元空间，周围一片黑暗，但是远方他看到有点点星辰，然后他就在黑暗星辰中不断大喊我在这里，快救我。他听到了他的移动电话在响，但是他没去接，还在不停的大喊。他自己估计喊了1个小时之后，他突然发现他周围的星辰慢慢的消失了，慢慢变成树木。他突然发现，我在哪里？怎么在森林里？我不是在家跑步吗？甘先生在被救之后直接被送入了急救病房，因为他出现了严重的脱水症，横纹肌溶解症高达22万，肝指数4000。懂医学的朋友应该知道，只有在高强度狂奔马拉松的人才可能出现这种极端危及生命的情况。这就说明甘先生在失神的情况下，在丛林里狂奔了5个小时，中间没有停过。更重要的是，甘先生在被发现的时候，嘴巴里有芒草。当地人说，这就是被台湾深山中的魔神仔召唤的标志。新竹这里非常诡异，尤其是靠近水库和溪水的地方，有很多灵异的事件出现。他们很多的共同点就是受害人失神失踪，当他们被找到的时候，意识恍惚，嘴巴里叼着芒草和泥土。难道他们遇到了传说中的魔神仔？
魔神仔闽南语被称作魔神仔，他们又被称作盲神、网神、魅神。根据传说他们是处于一种鬼神和妖怪之间的中间态，量子物理，既像鬼神一样无影无形，但又好像和怪物一样在山中游荡。根据魔神仔的发音，可以推测，魔神仔属于《史记》《左传》《山海经》中记载的魑魅魍魉。魑是一种没有角的龙，魅是吸引人的精灵，魍魉是长得好似3岁小孩的水中精怪。把这些特点加起来，他们就是传说中魔神仔的样子。但是他们又好像小型蜥蜴人啊。清朝的时候，《诸罗县志》中就记载，台湾内山峻深幽邃，生番之所居，魑魅之所穴，汉人莫得而知也。魑魅魔神仔就住在洞穴之中。台湾府志中记载，其间人形兽面，鸟喙鸟嘴，鹿齿猴张，汗烟卵玉。这里说魔神仔长得他们像是人类一样的形状，还长得鸟一样的嘴，远远看起来像鹿像猪，又好像猴子，还有点像獐子。关键是汗烟卵玉，意思是他们在水中产卵生育。从这里看，魔神仔可能是日本传说中的河童。大家看这幅画，日本的河童又叫做水虎，身上有鳞片，嘴上有鸟喙，尖尖的，指尖中还有蹼。在日本，河童被归为龙类，属于河神。台湾3立电视台曾经采访了民俗专家林正义，他讲述了自己小时候和阿公去宜兰五峰旗瀑布旁边的雷公山，在山上看见到了魔神仔。他说魔神仔有青蛙的绿褐色花纹，手指之间均有蹼。林正义的阿公看到魔神仔的时候就大叫快闭上眼睛。这时候林正义还露了一个指缝，所以他看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不闭上眼睛，就很可能会被魔神仔催眠失神。1940年的时候，日本民俗研究者池田敏修在《民俗谈判》杂志中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记载魔神仔还有一个样子是戴着小红帽的红衣小女孩。当时池田敏修和一个被称作恩先生的人一起开车去拜访原住民，拜访完天色渐暗，他们就开着车回家了。但是他开着车就迷路了怎么找不到路？来的时候都知道。但是池田敏行就说他身边的恩先生就好像着了魔一样，一直在念叨魔神兰魔神兰。池田敏行开了车一听你在嘀咕什么？这个恩先生我觉得一路上就念魔神兰魔神兰，好像失神了一下。这时候池田敏行心里突然一惊，这不就是刚才原住民讲的魔神娜吗？难道我们真的遇到了魔神仔？我说的都是真的，都是有记载的，不是我瞎编的。那遇到了魔神仔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团长研究了台湾上百个案例，给大家总结了3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迷路。这里的迷路不是荒野求生的那种在森林中迷路，魔神仔导致的迷路是有些人在自家的老路上行走，这个路10年如一日，走了100遍、1000遍的，闭着眼睛也能走回家的那种路。突然有一天，就好像鬼打墙一样，突然自己在家的后院山林里就这样迷路了，怎么走也走不出去，一直在转圈，一转就是4-5天，最后就是筋疲力尽，不是被救出来就是被饿死。我说这是我公公自己说他要生下来对，结果后来就不叫他就迷路了。29号下午，老翁跟着太太上山采竹笋，但因为采太多，老翁先背着20公斤的竹笋下山，没想到人就不知去向。这条路是老翁和太太每天必经之路，两老下午都会来这里健走运动。从马路到菜园短短不到5分钟，但明明菜园在左边，老翁却糊里糊涂地走向右边的山里。大家搜一下 YouTube 有很多案例，失踪迷路之后就会发生第2个特点，失踪。这种失踪不是普通的那种失踪，涉及到魔神仔的失踪案件里，受害者会因为消失而失踪。就是明明这个人躺在自家的后院或者离家不远的山里，搜救人这手牵着手一步一步的去寻找，但是就是找不到，即使这个人在旁边的草丛里，大家看了1000遍也找不到。这个人就好像穿了一个透明的隐身衣一样，大家怎么找都找不到。只有在当地大法师做了法术之后，失踪的人才一下就会出现。在2014年7月28日的时候，花莲就有一个80岁的老婆婆在上厕所之后，她突然她自己就失神，开始向大路中间跑，
然后就失踪了。搜救人员出动了500人次，他们手挽手的搜救，但是怎么都找不到。5天之后，家属放鞭炮、敲打锣鼓之后，搜救人员才在不远之处的山岩中找到了她。老婆婆说，是有一个红衣小女孩叫她把她带到这里的。还有一个案例，就是老公公躺在离搜救人员不远的草丛里，他自己说自己不断的大叫，但是这些搜救人员就是听不见、看不见他。1天1夜，最后竟然在老农机车附近100公尺处的草丛里寻获。我们2个就在这个角度对眼对到了。离奇的是，这个草丛警察跟家属早就踏遍不知道好几遍，都不见人影。老农夫又怎么会突然出现？有人怀疑可能是被某警察牵走。这种消失式失踪在日本古籍中有记载，被称作 Gami Gakushi 神隐，字面意思是神的隐藏，被神藏起来了。大家都看过宫崎骏的《千与千寻》吧？《千与千寻》这部电影的名字其实是《千与千寻的 Gami Gakushi》，千与千寻的神隐。电影一开始，10岁小女孩荻野千寻和她的爸爸妈妈搬新家，他们开着车路过一处鸟居，之后他们下车走过了一段黑色的隧道，然后就进入了另外一个神魔世界，在现实中消失了。然后她的爸爸妈妈就在这个世界里吃大餐最后变成猪了。注意，他们在经过黑暗隧道之前，路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大树旁边的鸟居。鸟居下面还有很多小房子。为什么电影的名字叫做《千与千寻》？因为第一个千指的是神隐故事的真正发生的地方，日本千叶县千叶街道的不知八幡森。不知八幡森入口就有一棵古树，古树旁边有一个鸟居。这里的森林长宽只有18米，但是牌子上写的，自从江户时代开始，这里就是禁足之地。还有一句千古名言，踏足此地就再也出不来。千葉県茂原市で17歳の女子高校生が先月半ばから行方不明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行方が分からなくなっているのは茂原市に住む高校3年の中川さやかさんです。さやかさんは先月11日午後3時過ぎ、高校から帰る途中、自宅最寄りの JR 外房線本能駅で改札を出る姿が駅の防犯カメラに映っていました。其实这部电影一开始就暗示了故事的背景：鸟居、小房子、隧道入口的小矮人石像，还有千与千寻的神隐名字。这所有的元素都说明这是一部关于神魔仔的故事。诡异的是，千与千寻一家在通过隧道时候看到第一个标志是闪现过的一个十字窗户的标志。这个标志我在上集中说过，台湾原住民的终极秘密，也和神魔仔有关。我在想这个千与千寻的编剧是不是一个台湾人？全都是神魔仔的要素。后面还有一个，一会儿给大家讲。电影里千与千寻爸妈吃大餐的情节，就是神魔仔案件的第3个共同点：吃饭。人类在被神魔仔迷惑失踪几天之后，如果他们被找到，就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嘴里塞满了芒草、泥土、蚱蜢腿，甚至是牛粪。受害者说有美女或者老夫妇告诉他们不要害怕，然后就拿大餐给他们吃。他们本来在山中狂奔了好几天，非常饿，一看这些鸡腿、鱼肉大餐就赶紧咔咔咔吃来了。但是吃了以后，他们一下醒了之后，就会发现嘴里全都是蚱蜢腿、蚯蚓、牛粪之类的非常恶心的东西。神魔仔捉人的动机都非常奇怪，推测是有人进入他们的领地之后，他们就用脑电波让人类产生幻觉，把人类赶走。但是他还怕人类饿死，就拿出一些土特产给人类吃，但是都非常恶心。所以人类遇到魔神仔以后，有以下几个结果：其中一半的人被找到，运气好；另外的一半人就死了。死的人中，大部分是失踪后饿死的，另外一部分人是吃了魔神仔给的土特产中毒身亡，吃虫子、毒草之类的。还有小部分的人是在失神奔跑的过程中失足跌落悬崖摔死的，或者是坠入河中淹死的。所以魔神仔还是非常危险的。台湾有个学者叫做李家凯，研究了台湾从1899年到2010年100多年的神秘失踪案件。他发现其中有47件和魔神仔有关。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表，
神隐事件从1990年之后就迅速增加，主要是因为90年之后网络发展，新闻传播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实际的数量可能更多。遭遇神隐事件的当事人各个年龄层都有，10岁和80岁数量最多，可能是小孩和老人的自我意识没有青壮年那么强烈。小孩太小，意识不成熟，老年人因为衰老意识力下降，所以他们更容易被魔神仔操控。性别比的话，男性比例高达61%，魔神仔其实更中意男性。分布方面，全台湾到处都有案例，但是大家注意，台北方向案件数量激增。发生地统计，发生数量最多的地方就是山里。所以台湾北部以台北为中心，在新竹、基隆、平溪这一大片的山里，大家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在17世纪的传教士的记载中就发现，台北阳明山、基隆河周围晚上经常会出现比月亮还要亮的圆盘在山中飞翔。台北阳明山的这一大片就是上古凯达格兰人的圣地，七星山就是他们的圣山。非常巧合的是，离七星山峰不远的这里，有一座著名的历史建筑，叫做阳明书屋，蒋介石最后一个行宫。1969年9月16日下午5点，蒋介石在经过阳明山养德大道的时候，发生了永福车祸，汽车严重追尾，蒋介石在车祸里满脸是血。他的专车司机叫做徐达生，他并不是一个新手，而是跟了蒋介石30多年的老司机。当时他们还有一辆领路车在带路，但是不知道当时徐达生看到了什么，那天他突然把油门当刹车，追尾了前面的领路车。后来蒋介石就说，永福车祸减我阳寿20年。根据当地记载，七星山下阳明书屋的这一小片山头，在清朝之前都被当地人称作魔神仔坎，当地居民为了避讳魔神仔，都不会进入山中居住。根据民众口述，从竹子湖这里往阳明书屋的这一片路上都被称作魔神仔古道。以前在早上和傍晚的时候，小朋友上学和村民回家的时候，经常会发现神隐失踪事件。受害者每次失踪都在3到4天，回来的时候满嘴茅草，迷迷糊糊的样子，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他们只说遇到了小矮人，还有红衣小女孩，非常诡异。台北东边的平溪这一大片，除了出产金矿之外，这里还盛产煤炭，所以这里有很多煤炭矿洞。在平溪的山中有一个山洞被称作魔神仔洞，这个洞是挖煤的时候挖的，还是史前都已经存在的不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洞千万不要进去。还记得《千与千寻》电影中的桥段吗？千寻一家进入另外一个神隐世界之前，首先他们走过的就是一条黑色的山洞，他们走过的就是魔神仔洞。传说当年有旅客或者矿工晚上在洞中休息，突然就会有非常浓厚的烟雾飘过来，这个时候只要旅客这么一睁眼，马上就会消失在茫茫森林之中，进入魔神仔的异次元空间，再也走不出来了。在魔神仔洞的旁边的石板路上，大家看，专业登山协会都会在这里系上登山指示带，防止自己被魔神仔捉走。台北士林还有魔神仔沟，台南也有魔神窟，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远古的名字都是祖先对人类的警告，这里非常危险，大家一定不要去。那问题来了，人类如何防止被魔神仔摸走呢？根据以上总结描述，魔神仔有让人隐身失神的能力，他们的皮肤有青蛙般的花纹，而且他们在靠近湖中和高山中出现，卵生。所以我们可以确定，魔神仔魑魅魍魉，他们属于龙族。在梵语吠陀经中记载，印度贝里纳格品达河谷在这里以前就有很多湖泊和河流，那迦龙族就在这里生活，地球人不得入内。佛经中也记载，龙王经常从这里出发，去东南的舍卫国拜访释迦牟尼。在《佛说海龙王经》中记载，龙性嗜睡，变化如意，富有财宝有金子。他们出生害人，见者害人，气虚害人，畜身害人。龙族可以发出高频超声波，出生害人，见者害人，让人产生幻觉。他们觉得龙族可以变成人类的样子。这里还记载，
龙族生死寅嗔睡5个状态的时候不能隐身。就是说，龙族在这5种状态之下，他们无法集中精力发出控制人类的脑波，这时候的人类就会清醒，龙族就会现出真身。注意，这5种状态中有一个字叫做嗔，意思是愤怒，但是嗔在梵语中念作 dvesha， 意思是刺激、烦恼、不快乐、讨厌的一种状态。所以人类要破解魔神仔的结界，终止他们的脑波，人类也就必须刺激他们，让他们产生不快乐和烦恼。如何做？就是一定要用高频声音刺激他们，比如登山的时候背包挂一个风铃，走路的时候叮当叮当的响，或者是沿路放鞭炮，或者是敲锣打鼓康康的，这些都会破坏魔神仔的脑波，让被神隐的人现身。其实鞭炮的历史一开始就是人类为了驱赶山魈而做的，山魈就是魔神仔的一种。大家有空搜一下魔神仔的新闻，大部分活着的受害者都是在家属放了鞭炮之后，他们才在周围显现的。日本神道教祭祀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东西叫做手铃，他们摇这个手铃发出高频的声音，用来驱魔。另外在开头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在山里的时候一定不要叫同伴的名字，千万不能说王小明、李大山我们快点走，这就完了。因为如果被魔神仔听到，那个人很快就会失踪。为什么？因为名字是进入人类潜意识的一把钥匙，只要我们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就立刻可以在他的潜意识中被验证为熟悉我的人，而且说出名字可以增加你的权威。很多诈骗人一开始就说王小明，我是老李啊，怎么最近好吗？快给我打点钱吧。这王小明就很容易上当。另外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提到过，神魔仔其实在全世界都有，巴西雨林中的神魔仔被叫做 Capola， 它也会让进入雨林的人类产生幻觉，然后迷失在森林之中。所以当地猎人进入雨林的时候，都会在树枝上放一些烟草，然后说道 Toma Capola deixa-me embora， 葡萄牙语意思是给你开波拉，请你让我离开吧。大家再看一下巴西人制作的 Capola 是什么样子。红衣小女孩。在菲律宾，神魔仔被称作 Encanto， 他们和神魔仔有一样的功能，但是菲律宾传说中记载，人类在被 Encanto 神隐之后，他们会把人类送到一个神秘的大陆，被称作 Bilingan， 意思是失落之人的地方。据说 Bilingan 是一个高科技城市，里面居住了一群长着长尖耳朵的金黄色头发的高大智慧生物。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好了，今天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台湾的秘密太多了，越深入研究发现这些传说都是真的。上一期讲到台湾41黄金城，有朋友就留言说他们家后面有一个山洞，里面全是玉石，他们家人还说保密，不要告诉别人。还有人直接给我发赖说，看这是我在山里捡的狗头金，还有掏出来的金沙你们都太优秀了。大家还想听台湾的什么秘密，一定要给我在下面留言。记住，在山里挖金子的时候，一定要在早上9点半和下午3点之间。而且如果遇到有山雾出现的时候，赶紧敲锣打鼓跑回家。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是尼克拉斯杨。